你的儿子很正常，觉得他不正常的人才不正常。哦，那医生很棒哎，是不是？这不算是抵触宪法给的权利，应该跟人权有关。欢迎来到海雷，我是海妞，我是喜娜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，是关于多元性别的议题。有台湾的事件，也有韩国的事件。那先讲台湾这边的，那大家应该都听过玫瑰少年，他的名字呢叫做叶永志，他是出生在1985年。那他的事情呢是发生在2000年。他当时是念屏东县的高树国中3年级的一个男学生，当时跟老师说他要去上厕所，但是在下课前8分钟，他举手跟老师说他想要上厕所，跑去上了厕所。可是下课之后呢，同学都没有见到他，最后呢，他才被发现他已经人倒在厕所，然后头是已经流血的状态，头破血流，脸部是朝下的，气虚微弱的状态，是有试图想要爬到出口去求救，可是因为头就已经被重击嘛，所以就是倒在那边，就赶快紧急被送医了。他在隔天因为大量的出血是宣布不治，后来就是死亡了。当初呢，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意外，他可能就是失足跌倒，后来不治身亡的状况。可是呢，他的妈妈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一个好好的小朋友上学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？失足跌倒这么简单的带过吗？因为他妈妈有说叶永志他有被校园暴力，就是同学有在欺负他。为什么会欺负他呢？因为叶永志他算是性向比较偏女生的一个个性，同学都笑他是娘娘腔。哦，阴柔啦，对，比较阴柔的个性。那个时代会说是娘娘腔。对，而且他又是在屏东比较乡下的地方，因为他有跟他妈妈说，去上厕所的时候脱他裤子，看你们小鸡鸡拿脱下来看，这样子，言语的暴力、行为的暴力等等的，让他非常抗拒去上厕所。国中的3年以来，他都是在快要下课或者是上课中间去上厕所，他就一个人，而且他会去比较远离教室比较远的厕所。他那天去很少人在用的厕所，灯光比较昏暗，跟地上很湿，因为都没有人管理。中间有发生一个事件呢，就是他妈妈带到现场的时候呢，他因为小朋友就送医了嘛，校方是紧急的把这个厕所全部都清干净了，全部处理干净了，那个血迹全部都擦掉了。所以当下他妈妈没有办法接受，是你们把现场都做清理了，警方要去追究原因，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时其实有在怀疑是不是被人杀害，是被同学欺负嘛，或是开玩笑就害他跌倒推他之类的。可是因为现场已经被清除掉了，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很后面，他妈妈去上诉，再请法院重新调查这件事情，才得到了最后一个结论。最后法院判决呢，叶永志他确实是失足意外死亡的，没有错，因为他很急，而且他妈妈说他看到叶永志昏倒的状态呢是失禁，不是失禁，他是拉链拉到一半。因为他太想上厕所，他就真的是尿急，赶紧跑到厕所，然后拉链拉到一半要赶快要上厕所，然后就不幸滑倒撞到头，确实是他的死因没有错。然后再加上呢，刚好提到是常年大家不太会去的厕所，所以就是灯光比较暗一点，然后再加上地上是湿的。再来一点呢，这件事情会被大家骂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学校一直知道叶永志他有被欺负这件事情，默许等于默许了这件事，对，默许他被欺负嘛，被欺负了，所以他不敢上厕所，导致了这个意外。其实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锁效应。如果他没有被欺负，他也不需要这样。校方呢，在默许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呢，又在他失足跌倒之后，又立刻把现场都清理干净了，没有要调查。对，那校方是不是已经知情？我们要去探讨的是，除了校园暴力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关于性别平等这个问题？因为他个性比较阴柔，被大家骂娘娘腔等等的问题。叶永志的妈妈呢，其实长期以来，因为他儿子的上升，所以他一直有为两性平等在发声。像是2009年高雄举办了第1届的同志大游行，叶永志的妈妈陈君如呢上台跟大家喊话：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的小孩，但是我想要救跟他一样的小孩。你们没有错，你们都没有问题，不要怕，世界会勇敢接纳你们，你们要勇敢的面对他。其实之前呢，学校有跟他妈妈说，叶永志的性向有点奇特，请他妈妈带他去看医生。他有带叶永志去看精神科医生。医生跟他说呢，你的儿子很正常，觉得他不正常的人才不正常。那医生很棒耶，是不是？
那个妈妈那句话一直记到现在，我儿子没有什么不正常，你们觉得他不正常的，你们才不正常。讲到这个，我必须要说是讲话的习惯，因为我是1984年生的，那个背景年代呢，会用性向正常这4个字，但其实这样子已经算是一个歧视了。对，然后我那一天发现我自己在跟我朋友形容说，我那天认识一个人，好像没有办法用这个人阴不阴柔来判别他的性向。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他可能很阴柔，可是其实他的性向还是女生，或者是说女生非常非常的男性化，可是他的性向还是喜欢男生这样子。可是我当下在讲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那天发现那谁谁他很阴柔，可是其实他的性向还是正常。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当下自己也有愣住，我就立即跟我朋友说，我觉得这是讲话的习惯，但其实我不应该用正常这个。对，现在就是会讲说，他喜欢的是异性，他是异性恋者。我会提这一段，我是想要说，无意识之间会讲一些话，也许会对别人造成伤害，都可以慢慢的改。但是同时之间，我也希望社会多一点包容。像我们这样子的背景长大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讲话。就像我们很习惯说护士，在努力的改口，护理师变成护理师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其实并不懂它的歧视意味。希望社会的融合过程里面，可以慢慢的去包容对方，去接纳这件事。对，我们要改口的人也知道要慢慢改口。叶永志的这件事情，其实后面有蛮多艺人有在宣导这件事情。我接下来要讲的呢是韩国这边的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到这个新闻。2021年发生的事情，南韩第一位的变性士官，他叫做朴熙秀 Pyonghee-soo。当兵的过程中间呢，他有去泰国做了变性的手术，把他的性别从男生变成了女生。身为女生之后呢，他要坚持执行服兵役的动作，所以他就跟军方申请了，他要变成女生这边的军人，继续把他的兵役给服完。他直接挑战大魔王。对，我觉得他很猛。但是呢，结论来说，他最后就是失败了，算是半个失败嘛。最后结尾是他自杀身亡。他为什么会坚持的要继续服兵役呢？是因为他从小梦想就是当一个军人，高中念的也是军校，毕业之后呢，进了南韩的陆军，担任装甲兵与战车乘务兵，服完他的兵役，并且一路做到了士官。在他入伍的2年中间，他一直对他的性别感到非常的混乱。经过了一番精神科医生的一些商谈之后，他就决定要去泰国做变性手术，申请成为女性的军人，继续服完他的兵役，遭到了军方第一时间的拒绝，是用身心障碍，因为他丧失了男性的生殖器官这个理由呢，要把他强制退伍。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就召开了记者会，在南韩的民间团体军人的人权中心执行了记者会。大家如果有看到新闻画面，他就是身为一个军人，他非常的骄傲。那他现在做了变性的手术，他希望他还是可以继续保卫他的家园，继续成为大韩民国优秀的军人。但是呢，最终呢，韩国的国防部呢，还是以他身心障碍、失去男性器官的这个理由，让他强制退伍。2020年的1月22号强制退伍，不能再当军人。隔了几个月后，3月3号，朴熙秀呢发现在自己的家里面自杀身亡了。这不算是抵触宪法给的权利吗？就感觉这应该跟人权有关，不是只有性别的问题。就算是当女生，她也可以。大家就是在吵的，就是说她还是可以继续当兵，为什么要剥夺她的权利？对吧？消息出来之后，人权团体还是继续的持续的为这件事情上诉嘛，跟国防部去做一些对峙。终于2021年10月，南韩的法院裁定说，这个军方强制退伍是无效的，所以他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当兵。虽然他已经过世了，但是南韩的国防部是有得到这样子的改变吗？那我有查到是关于朴熙秀他自己的一些自白，当初有跟他的同袍说出轨的事情哦。他的同袍是支持他的，而且还跟他说你就去动手术，这是我感到蛮震惊的，真的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很震惊的是，军队里面的直属的上司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也知道他出柜的事情，并且上司还直接跟他说你就去动手术，大家都支持他，还让他准假去泰国做变性手术。而且在做完手术的当下，他恢复意识之后，就有收到上司的讯息，就说你的手术才退所有就是有没有做好，现在状况怎么样，是恢复精神
了吗？等等的，就是还有一直关心他就对了。后来这个上司呢，也有在田希秀他要举行记者会的时候陪同他一起出席，是一起对抗国防部的挑战。说真的，韩国的同志他们真的是在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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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隐秘的地方生活着。对，没错，这是我个人观点哦。我觉得呢，韩国他们对于多元性别的这个部分，他们也是会进步的非常快，就像他们的女权一样。因为他们被夹击的资讯量是比以往大的嘛，以往的各种东西只能慢慢的进步。韩国是你知道是一个巴里巴里的国家，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这个部分也会进步的很快。我对于年轻人接受度很高这件事情我不意外，我只是对于他们的长辈，他们的公德真的太多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部分让我很担心。就是那公德就会影响什么？法律上的问题。没错，已经不是年轻世代的问题了，是法律上的修正。要怎么修正，我觉得比较困难。但是听到这个事件，至少国防部最后是有妥协的。对，没错。通过这样子的案例，我觉得是还蛮让人振奋精神的。我觉得要感谢那些团体继续打这个官司，因为不能让国防部开这个先例。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我有查到是还蛮让人感慨的是，田希秀呢，刚刚有提到他从高中以来就是很想要当军人的。节目组有去采访他以前的同学跟他的师长，所有学校里面的资料都是显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国心的学生。看完这个新闻，我就觉得韩国就是丧失了一个痛失英才，真的是痛失英才，因为他就是真的是他要为国家奋战的一个年轻人，军人体质。对啊，对啊，还蛮扼腕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来提到多元性别这个议题，其实韩国有一个法律叫做性别差别禁止法案，在保障所有人在各种不同的像是性别、年龄、国籍、种族、宗教等等的这些方面不受歧视，要确保大家都可以平等的对待跟人权保障。从2007年第一次被提出来，当时呢是由法务部提交的草案，但是一直受到一些保守派的政治势力跟宗教团体反对，所以一直被撤回。然后这中间呢，其实有多次想要立法成立，都一直失败，一直到2020年又再次被国会议员去推动，但是呢，这个法案到现在至今呢，还是没有过，跟我讲的相呼应。对，宗教团体还是一直没有办法，就说了嘛，不是社会的问题，没错，就是法律面的问题。因为要保障他们，一定要从法律面。我觉得连台湾这么多元文化的台湾，真的是对于那种大家的不一样，算是接受度很高的国家，都搞这么久了。没错，他们韩国一定更久啊，韩国到现在还过不了啊。就像妞刚刚提到，年轻势力大部分其实是支持这个法案，人人平等就是要推动这个法案，然后保守势力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通过。对啊，因为韩国人基本上年轻人他们现在也都是不看人家脸色的，所以他们是很尊重大家各自的兴趣性向的。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妞杂拉面的那个 podcast 里面，就是有邀请我们 gay 的朋友，这样就有聊到朋友跟我们是差不多年纪，那我们就是跟叶友是差不多年纪，没错。他们就是有讲说他们在国小国中的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的性向，那所谓开始的发现的过程里面呢，觉得他们的性欲是对同性而不是对异性的时候，他们其实自己的内心是最慌乱的那个人，自己好像跟别人不大一样。但我有比较乐观的朋友，他在访问里面有提到，他说可是他当下他以为大家都是这样，好乐观哦，大家都是这样。哎，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这么彷徨啊，这样。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呢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在自己青少年那时候，你是有叛逆期，你连自己的心情都搞不定，自己的情绪都搞不定的状况之下，你还要搞定自己的性向，你们想象一下那有多可怕。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还被霸凌，那个对身心上面的伤害我觉得会是一辈子的。对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尊重别人的原因。我也很想要对各位多元性向的朋友们，我很庆幸你们撑过来，来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时代了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还有对，我是小铃铛，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拜拜，拜拜。多元性别的议题单元，我之前不好意思，你要被骂了，一直打断我。最近好，你要讲什么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不要再骂我打断喜娜，对不起，我就是话比较多一点。好。